2013年7月的一个下午，新加坡石龙港路上车水马龙，一名保安正在执行着日常的巡逻任务。一阵不寻常的喇叭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向马路中央望去一辆银色的丰田凯美瑞频繁的是左右变道，还疯狂的连闯红灯。他正在纳闷这司机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儿的时候，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这辆凯美瑞车底下似乎还拖着一名红衣男子，怪不得过往的车主见状是猛按喇叭，试图警示司机。保安跳上自己的机车，就追到了这辆凯美瑞的附近。他不顾一切地拍打着车身，又吼又叫，想引起司机的注意。但这辆车既没有减速，也没有停车，对一切的提醒都置之不理。保安紧张地注视着这车下的男子，直到高文地铁站附近，他终于是脱离了车底。于是保安当即就冲上去，想去要救助伤者，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那名男子面部朝下瘫在路上，脖子已经几乎被折断，衣服上的红色其实全是鲜血，他已经过世了。那辆凯美瑞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加速驶离了现场，轮胎划过之处留下一条长达200-300公尺的血痕。光天化日之下，在司法森严著称的新加坡，居然敢明目张胆地造势行凶，此案一出，震惊了整个新加坡。接到报案后的新加坡警方紧急封锁了周围的道路，他们从高文地铁站附近一路沿着血迹追溯，来到一处洋房住宅区，并最终确定了一栋3层的联排别墅就是事发的第一现场。这里距离高文地铁站约1.2公里，也就是被害者被拖行的长度，简直是触目惊心而更出乎警方意料的是，在满是血痕的厨房内，还有一名受害者倒在地板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同时，警方注意到了一个巧合，这间联排别墅的门牌号是14J， 与肇事轿车的车牌相同。难道凶手就是这间屋子和车子的主人吗？还是说凶手闯进屋内杀人夺车呢？随着警方的调查，揭晓了2名死者的身份，也排除了房车主人杀人的可能。因为这栋联排别墅和肇事车辆就是登记在一名死者的名下，也就是在厨房中被杀害的陈文新。他66岁，从福建的兴化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打拼，已经是一家修车行的老板。在员工和顾客的眼中，他虽然是有点啰嗦，但是为人正派友善，爱好就是钓鱼，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从来不和人起任何的冲突。而被拖行了1.2公里的是陈文新42岁的长子陈志雄。他开办了一家电子零件公司，也是一个口碑不错的老好人。法医对2名被害者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发现陈志雄除了被长时间的拖拽造成的擦伤和撕裂伤，还有11处刀伤，并且这些刀伤分布在脸上、手臂上和脖颈上。换句话说，陈志雄在被汽车拖拽之前，可能早就因为颈部的伤口急剧性出血而奄奄一息，甚至说死亡了。而父亲陈文新身中20刀，多处都集中在脸部和颈部，死因同样是颈部伤口急剧出血。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能让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一对父子挥刀行凶呢？这个案子其实破获的过程非常短，因为凶手敢在白日张狂行凶，那证人也是一抓一大把。龙岗路上就有不少过路的司机和行人都表示自己看到了凶手的模样。
电子摄像头呢，也将陈志雄惨被拖行的整个过程都记录了下来。陈家的那辆被凶手开走的车子也很快被找到了。仓皇逃走的凶手还没有来得及抹去车上的指纹。虽然呢，新加坡的警方全程仅用了56个小时就成功抓获了凶手，但是他们却丝毫不觉得光荣，因为凶手呢，竟然是他们的同行。高文双尸案今天续审，控方指被告伊斯干达拉莫身为前高级警曹长，非常清楚刑事案件的调查方式。他为免日后被老死者认出，一开始就打算杀人灭口。34岁的伊斯坎达拉曼，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呢警局服役了多年，长久以来，他以良好的表现收获了不少表彰，已经升任高级警曹长。本来一心为民服务的警察，到底为什么沦为杀人凶犯？他和陈家父子之间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吗？1999年，20岁的伊斯坎达加入新加坡警界服役。2007年，他因表现出色升任作为探员，新加坡警局也没有亏待他，赞助他考了一个文凭。他还因为对待市民的态度认真而受到表扬，被称为雾落警署的骄傲。可以说呀，这伊斯坎达作为警察干得挺出色的，一路升迁，前途大好。但与他这个事业上的一帆风顺相比呢，他的私生活呀，只能用泥足深陷来形容。2003年，他结婚了，然后很快的就背上了房贷、车贷、装修贷3重债务，直到1年多后，婚姻破裂，他卖掉房车来抵债，那还是填不平这个窟窿。凭他的固定薪水啊，根本就负担不起，这雪球只能是越滚越大。2012年，银行将他告上法庭，伊斯坎达呢，此时还欠银行6万多元，合人民币30万，他哪有这么多钱还债呀？于是呢，银行就将一纸催债信直接递到了警队。而新加坡对警察等公职人员的这个财务状况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伊斯坎达在上报自己的财务信息的时候，一直在隐瞒自己的负债状况，因此呢，他遭受了严厉的处分。不仅呢被没收了配枪，还从光荣的刑侦部调到了工作繁琐的后勤部。此事还没完，上级还要求伊斯坎达必须在3个月内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否则他将被开除。但口袋空空的这伊斯坎达是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呢。2013年的7月，他向银行申请庭外和解，表示自己愿意一次性支付5万来结清债务，银行同意了。而就在他还款日的前一天伊斯坎达成为了杀人犯。他呢还向上司说自己回马来向表兄弟们筹钱去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表兄弟，他正在马来避风头呢，祈求自己的行为能够瞒天过海。可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案发的56个小时，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边境处的一个饭店，他就被捕了。看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已经猜到了，这伊斯坎达杀人的动机，那就是一个字儿：钱。但是他又是如何来选定陈家父子作为目标的呢？2012年11月，陈文新来到新加坡雾落警署报案，说呢自己在一家保安机构的保险柜里头存了20万，但最近发现突然就少了5万5。而当时呢，接待他的正是伊斯坎达。不知道他在听到陈文新这个保险箱里还剩下14万多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就起了邪念，想把那笔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钱占为己有，从而呢无债一身轻。但他直到半年多后才真正的动手了。案发当天的下午1点，伊斯坎达用公用电话联系了陈文新，称他的这个案件取得了新突破，希望他能够配合警方调查，抓住小偷，同时呢也能追回他丢失的5万5千元。
此时啊，在后勤部任职的伊斯坎达已经没有了调查的权利，但是呢，他还有以前做探员时候的旧制服。为了骗局更加逼真，他还用废旧的零件自制了一个假对讲机，租了一辆和探员配车极为相似的轿车，来到了陈文家附近的加油站。见到陈文新后啊，伊斯坎达一边是假装和这个对讲机那头的同事通话以骗取这陈文新的信任，一边呢交给他一个盒子，告诉他呀，这里面呢是一个电子监视镜头，要陈文新呢先把保险柜里的物品都取出来，然后呢将这个监视镜头安装好，这样小偷来偷钱的时候就会留下影像，可以将他当场抓获。他还要求陈文新严格保密，称有可能是这个保安机构监守自盗，透露这个摄像头的这个事情可能会破坏抓捕计划。毫不怀疑的陈文新对这个计划表示相当认可，根本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正直的好警察不仅在谋他的财，还要害他的命。他拿上了监视镜头就开车前往了保安机构。伊斯坎达呢，利用这段时间呢，把租来的车子停到附近一个偏僻的工业园区，规划好了自己的逃跑路线，随后步行回到了加油站。陈文新按照伊斯坎达的指示呢，放好了所谓的这监视镜头后呢，就带着保险柜里的全部现金回到加油站。看着这个装满现金的沉甸甸的橙色塑料袋这伊斯坎达的眼睛都直了。他对陈文新说：“你一个人拿着这么多现金不安全，我护送你吧。”陈文新呢再次的同意了，于是伊斯坎达坐上了那辆银色的凯美瑞，护送陈文新回家。我们还原到这里为止，都有证人口供和监控录像可以来印证事实。那接下来陈文新家中发生的事件呢，均来自于伊斯坎达的当庭供述。伊斯坎达说，他来到陈文新家后呢，那个装满现金的橙色塑料袋就被陈文新随意的放在了一旁，然后呢就招呼他坐下，给他端上了饮料。伊斯坎达原本计划着先假装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呢，趁这个陈家父亲不注意的时候，抓起塑料袋就跑，然后呢在路旁拦辆出租车逃离现场。结果等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这陈文新在厨房用他听不懂的这个闽南话在讲电话，而那个最在意的橙色塑料袋已经是不见了。伊斯坎达不愿意就这样放弃唾手可得的15万现金呢，他定了定神儿，又扯了一个谎，说小偷已经被抓获了现在要陈文新带上刚取出来的现金，跟他返回保安机构。但陈文新突然就激动了起来，大喊一句：“监控镜头里根本就没有电池！”抄起一把刀就刺向了伊斯坎达。伊斯坎达只能是举手去遮挡，手被刀子砍伤了。几个回合下来为了自保，混乱中的他就夺过了陈文新手中的刀。此时他的大脑中由于过度紧张是一片空白，于是不断的出刀，甚至刺向了陈文新的脖子。就在这时陈家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来人正是陈志雄。他看到倒地流血的父亲向伊斯坎达猛冲过来，要同他拼命。伊斯坎达只用双手来挡格，没意识到自己手中还有把刀。身中数刀的陈志雄向门外跑去，伊斯坎达也没有继续追赶的，满脑子都是那个橙色的塑料袋。他搜索了一番，也是没有找到，只看到了陈文新的凯美瑞的钥匙。于是他开车扬长而去，而精神受到了重大刺激的他并没有看到倒在车前面的陈志雄。一路上遇到的鸣笛和各种的提醒，他都以为是因为车上的血迹。
对拖行在车后的陈志雄，他是毫无察觉。伊斯坎达来到了停放租车的工业园区，换车开回了租车行。路上呢，将凶器和血衣等证物丢进河中，回家洗了个澡，包扎好伤口，骑着自己的机车就赶到了机场，赶在了警方布控前，逃往马来西亚。从伊斯坎达口供中描述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律师团队对他的杀人行为并没有否认，他们只是在反复为伊斯坎达的动机辩护。在描述过程中，他开始根本就没有想杀人，只是想骗取陈文新的信任，再借机把钱偷走。他的杀人是出于自卫的无奈行为。但案件控方听了这段证词，估计要大翻白眼了。因为呢，这起影响恶劣的案件呢，控方不止请了100位以上的证人，更邀请了华人鉴定专家李昌钰博士参与鉴定，提出了几个疑点，狠狠的就揭穿了伊斯坎达的谎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凶器的来源。伊斯坎达的描述中，用来行凶杀人的这个小刀是从陈文新的手中获取的带有锯齿，被他在逃跑路上抛弃在了河中。且不说警方按照他这个逃跑轨迹完全就没有找到这把刀，而陈家所有的刀具都没有锯齿，而经过指认，这陈家也没有丢失过刀具。这把刀只可能是伊斯坎达带来的。如果像他所说的本不想行凶，那为什么要带刀呢？控方还找到了2名当时在现场的人证。陈家的邻居和女佣在案发当天呢，都听到了叫喊声，出来就发现这陈志雄浑身是血，摇摇晃晃的走了出来，倒在了那辆凯美瑞的后面。陈文新在停放车辆的时候呢，是车头朝内，随后出来的伊斯坎达先到达车尾，看了看倒地的陈志雄，绕了一圈上车，碾过陈志雄后扬长而去。伊斯坎达开出陈家不久，对面学校的一个校工就看到车后拖着的陈志雄，他在这个车后边追了好大一段，大声地喊着想让司机停下，但是伊斯坎达却是充耳不闻，他就是故意在拖行陈志雄，好杀人灭口。死者虽然不会开口说话，但是他们身上的伤口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法医发现陈家父子身上的刀伤几乎是刀刀致命，根本就不像一个仅是出于自卫的人能造成的损伤。而且陈文新已经是66岁了，膝盖软骨磨损退化到了严重要做手术的这样的程度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会去主动攻击别人呢？他打的2通电话，一通是给下属布置工作，一通是打给陈志雄，并没有任何叫帮手的意思。而陈志雄在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时呢，并没有察觉到异样。根据下属说他当时甚至没有关灯，这通常代表他很快就会回来。虽然陈志雄身高比伊斯坎达高出了4公分，但是体重只有56公斤，那可以用瘦弱来形容。面对83公斤手握凶器的伊斯坎达，那赤手空拳的陈志雄就算是冲过去，那也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而且伊斯坎达除了陈文新造成的左手的咬伤和右手的割伤，没有任何的伤口。伊斯坎达对手无寸铁无辜父子犯下的罪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法官的最终认定呢，也与控方的意见一致。伊斯坎达从一开始就是蓄意伤害、谋财害命，过程中完全就不具备正当防卫的合理性。2015年12月4日，新加坡高院对本案作出了最终的判决，伊斯坎达2项1级谋杀罪名成立，绞刑择日执行。1年多后，不服审判的伊斯坎达呢再次上诉，被驳回。他度过了38岁的生日之后，向新加坡总统申请特赦，被拒绝。
伊斯坎达呀，本是一个前途光明的警察，却因为无法克制消费欲，深陷债务泥潭，甚至为了一己私欲，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谋财害命。也许有人会说，这金钱呢是万恶之源，但事实上呢，钱本身它有什么错呢？错的只是贪财之心罢了。好了，您对这场悲剧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我们很快呢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祝福好人一生平安。